2年，手握大量现金的人或将难入眠，背后原因很现实。储蓄是我国老百姓的一个习惯，央行前段时间发布的一季度存款数据再次突破了历史新高，这也就说明了大量的人习惯把钱握在手里。但是专家却建议，普通人如果这2年还把现金握在手里，钱将会变得更加不值钱。都说手里有钱，心中不慌，为什么手里握着现金还是会赔钱呢？手里拿的钱越多，赔得越狠。通货膨胀。通货膨胀是电视上经常会提到的经济名词，许多人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其实很好理解。现在我国的经济在持续增长，各种物价也在相对应上涨，原来的钱已经不能购买现在等价值的物品了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大致相当于手里有100块钱，按照每年 8% 的经济增速来算，这个钱1年后只能买相当于92块钱的物品，2年后只能购买相当于2年前84块钱的物品。实际情况可能会没有这么夸张，一般货币会有锚定物，不会出现无限的膨胀，但是钱在手里会慢慢贬值却是不争的事实，并且现在美方的经济压力很大，为了缓解压力，美联储开始超发货币，从而导致各种大宗商品涨价，相对应的各种物品价格也会水涨船高。持有大量现金的人群，在物价上涨时，手里的钱就会发生贬值。10年前的100块钱和现在的100块钱的购买力相差甚大，通货膨胀也是导致货币贬值的一个最主要原因。利率太低，许多人持有的现金一般是通过银行存单的方式存放在银行，这是目前最保守也是风险最小的理财方式。但是这2年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开始往刺激消费方面入手，许多银行的存款利率也开始逐级下调，这也就导致了银行存款并不能有效的抑制现金贬值。银行这么做的目的无非也是为了刺激大家把钱投入到消费、投资等领域，提高金融流动性，提升经济活力。但当利率太低的时候，存银行并不能有效的对抗通货膨胀，指望微薄的利息来跑赢物价上涨是十分不现实的，利息太低也成为了现金贬值的另一大因素。投资无门，手里有钱没处花。现在我国的投资市场不完善，许多手握大量现金的群体，手里握着钱却没有好的项目，于是只能选择把钱存进银行。那么到底是为什么没有好的投资渠道呢？房地产市场低迷。房地产作为我国几十年来高速发展的经济支柱，给各地方的经济和就业带来了无数繁华。但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健康，导致国家对于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大规模调整，尤其是房住不炒、3条红线等政策的管控，导致现在市场每况愈下。现在房价已经不像以前一样，一天一个价，甚至很多城市出现了大规模下跌。之前投资无脑买房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房价下跌目前来看可能是长期趋势，现在完全没有触底。目前不是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最好机会。股债市场不景气。说起中国的股票市场，可能是许多人的悲痛。股票市场各种割韭菜的操作层出不穷，这也就让许多人对于股票、基金、债券等投资渠道望而却步。对于市场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剧了股债市场的低迷，两相联合导致想要融资的没有钱，想要投资的没有项目，投资收益太低，未来看不到希望，钱只能拿在手里。而且近2年来，许多大牌的投资机构处于长期亏损状态，普通人又没有专业财务知识，对于各种金融投资了解不多，只能看着钱在自己手里一点点的缩水，夜不能寐。公共卫生事件影响。前几年的公共卫生事件对于经济的冲击极大，国家开始了各种经济复苏手段。为了提高经济，国家也提倡了一系列的针对措施。但是由于疫情对于消费市场的影响太大，很大一部分人明白了储蓄的重要性。毕竟之前对于实体行业的冲击太大了，许多人在吃过一次亏以后，就不敢再把钱随意挥霍消费，而是做更稳妥的理财处理。该怎么正确的处理手里持有的大量现金？
都说任何年代都是现金为王，只有手里持有足够多的现金，才可以保证用钱时不慌。但是这2年由于各种影响，手里继续持有大量现金的话，很容易就会造成货币贬值，让钱在手里一动不动就贬值。那么这2年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手里的现金，让钱生钱呢？贵金属投资。现阶段，黄金等贵重金属的价格持续走高，很多地方的金价已经突破历史高点，这也形成了一波新的淘金热。黄金作为世界几千年来的硬通货，一直是和各类货币挂钩的锚定物。现在受国外俄乌冲突、巴以战争等影响，黄金的价格居高不下。有专家还预测，由于地缘冲突和美联储加息，未来2年内黄金的价格将会持续走高，直到世界恢复和平。这也就给了我们普通人一个投资的好机会。我们可以把大量现金置换成黄金。如果是长期投资的，可以选择银行投资金条；如果想要灵活方便的，可以选择各种黄金 ETF 等。分类投资。对冲是金融术语，意思是将一整份的货币分化成不同的小份，然后进行分散投资，尽量选择不同的赛道，通过所占比例的不同来对冲掉相互之间的金融风险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要把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。把资金分散投资是金融圈很常见的手法。如果现在手里持有大量现金的群体，可以考虑把现金按照比例切割，比如有1000万资金，拿其中100万出来投资基金、股票，100万投资债券，100万投资信托，剩余的作为流动资金或者日常使用等。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把风险控制在较低范围，即使有一部分的资金受市场波动会出现亏损，另一部分也会拉低亏损概率，只要整体市场向上，还是能够有一定收益。一定不要把所有资金一股脑的全部投入到一个领域，特别是不熟悉的领域，这样风险太高，容易造成资产损失。但是做分类投资需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，如果没有这方面知识的，需要交给专业人士操作。创业投资。创业投资在金融市场被称为一级市场投资，是指在公司还未上市前的投资。这时候投资可以获得较大的回报。可以看一下周围有没有熟悉的亲戚朋友想要创业的，如果他想做的领域你刚好熟悉，且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，这样可以选择把资金投入，占股分红。这么做的好处是，只要公司能够快速做起来，收益率很是惊人，而且投入产出比很高。投入资金小，但是风险也是相应的，需要事先了解行业，对于行业前景有期待。最后是要了解合作人的人品，以免上当受骗。资金评估。资产也就是手里的钱，如果想要把手里的资金来钱生钱，一定要先把手里的资金捋顺，做好规划，也就是分析一下自身的风险能力和手里资产的占用比例，比如评估一下是否有欠款借贷、不良资产、可用现金有多少等。做好资产评估以后，才能规划可以用作投资的金额有多少，然后根据投资金额的量级计划合适的投资方法。资金评估是投资的第一步，不清楚自己手里的枪还有多少子弹的士兵是打不了胜仗的。可以按照一般的资金分配模式，借贷扣除后，剩余的资金是可流动资金，把可流动资金的 50% 拿出来做投资，剩余 50% 做流动备用金。举个例子，就是手里有2000万现金，扣除完各种借贷以后还有1000万，就可以把剩余的1000万拿出500万来当做投资使用。当然，这也只是其中一种分配方式，具体如何分配资金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来决定。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，这句话依然是投资市场的一句金缕良言。只要入市就一定会有风险，希望大家在投资时候一定要做好功课，认真调查分析，以免被割韭菜。结语：现在储蓄率屡屡突破新高，很多人也是手持大量现金，为求安稳，只敢把现金存入银行。可是看着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，又开始焦虑货币贬值。其实手握大量现金这个事本身不需要担忧，
没钱才是日常生活中最需要解决的问题。现在持有现金的群体最应该做的其实是保持良好心态，增加收入来源，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，以面对近2年来的利率下调、房价下跌、投资困难、资产缩水、货币贬值等问题。